释迦牟尼佛涅槃去世之前呢，给他最信任的人留下了2样东西，让他等2500年后，也就是今天，交给一个人。话说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传法度人的时候啊，那可谓是热闹非凡。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这黎民百姓，只要是诚心向善、愿意修行的，都可以来加入释迦牟尼佛的僧团。释迦牟尼佛讲经弘法的时候，这身边常随的弟子啊就1000人之多，还有这10大弟子。可在这众多的弟子当中啊，有这么一位是释迦牟尼佛最信任的弟子，谁呢？大迦叶。释迦牟尼佛圆寂前呢，留给大迦叶一个遗嘱，让大迦叶入定2000多年，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呢，把这2样东西啊交给这未来的弥勒佛。释迦牟尼佛没有出家之前呢，是迦毗罗卫国的王位继承人，可以说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一心想寻找超脱这世间生死的轮回之法，最终呢出家修行啊，修得正果。你看现在这电影电视里演的，都是这人生遭到重大的挫败，或者是走投无路了，才会选择出家。可在古代啊，很多出家人都是这博学又多金。在藏传佛教里呢，这一个家庭里啊，会把这家里最聪明的孩子送去出家，认为能够侍奉佛陀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啊，修得正果，那全家都会跟着得到福报。佛陀中的10大弟子中的大迦叶出家前呢，就是一位这富豪的独生子啊，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家里啊是数不清的金银珠宝。据说这大迦叶出生的时候啊，这母亲呢就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裹着这么一个胖胖的小胖孩从天而降，不久呢，大迦叶就降生了。自己的父母啊，这是打心眼里这么高兴，心想这是后继有人呢啊，自己的这万贯家财也算有人继承了。全家人上上下下为这个小公子算是忙活开了啊，光这保姆就一口气请了4个，每天各种的珍馐美食，想尽一切办法精心照料他。大迦叶从小呢也非常的懂事，心地善良，聪明伶俐啊，过目不忘。等到大迦叶长到8岁的时候啊，什么占卜、数学、音乐、画画，可以说是样样精通。一眨眼呢，大迦叶呢长到10几岁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父母就发现这孩子什么都好，可有一样不爱女色啊，不论什么样的美女啊，大迦叶看都不看一眼。一听说要给自己订婚，大迦叶心中是千百个不愿意，一心想要出家修行，可是父母不同意啊，是一催再催。万般无奈，大迦叶就想了一计，按照自己打坐中出现的女子的景象啊，画了这么一幅画，美丽呢，但又不失慈悲庄严。指着画像说，除非找到如画像上一样的人，否则啊，宁愿孤独终老。父母一听，那就赶快去找吧。找来找去，就在离城不远的一个富豪家中啊，找到了这和画像中一样的女子，名叫的妙贤。于是这2家呢就立马定亲，过门的日子一定啊，这新娘呢就被接到了家中。可是新婚的那天晚上啊，这2个人啊，一个穿着是锦衣的美人呢，却深锁着眉头。大迦叶这边呢也是心事重重的，一句话不说。俩人就这么你不理我，我也不睬你，干坐着坐了一个晚上。终于天光大亮，大迦叶呀开口问道：“你有什么心事儿吗？”没想到自己的新婚妻子此时叹了口气，是边说边流泪：“我的幸福啊，被你给破坏了。我一心只想清净修行，脱离这众苦之源，可没想到我父母看上你们家的财富，也不顾我的愿望，要把我给毁了。”大迦叶一听，心中窃喜，此乃天意呀！本来自己呢也不打算娶亲，可为父母所迫，不得已。他也深感这人世间的苦啊，皆因欲望所趋，厌恶五欲，愿意清净修行。于是这2个人呢，干脆一个人晚上睡床上，一个人呢晚上睡地上。白天出门见父母，这2个人呢是相敬如宾。父母一看这小两口挺和谐的，心里呢也就放心了。一晃啊，12年过去了，双方的父母啊也相继的去世了。此时大迦叶觉得时机一到，要出家修行了
临走前呢，就对着妙贤承诺，如果找到了正法，一定会回来接上妙贤同去修行。这大迦叶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释迦牟尼佛。相遇的那一天呢，大迦叶看见在菩提树下打坐的释迦牟尼佛，只见这佛陀身体被这万道金光所笼罩着，大迦叶赶忙的是倒身便拜。释迦牟尼佛微微的睁开双眼说：“我已经等你很久了。”佛陀早已料到会有这样一位大根基的弟子呢，会归入自己的门下。佛陀说：“如果我不知道法，却假装知道来欺骗你，那么我的身体会被裂成7块。”这就是佛陀对大迦叶的承诺。可见呢，大迦叶在佛陀心中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佛陀说只要照着我说的去做，便可修得正果。于是佛陀呢，开始为大迦叶讲法。只要是佛陀说过的话，大迦叶是100%的执行，不知疲倦，是乐在其中。释迦牟尼说，化缘呢不可以挑选施主，不可以有分别心，遇到的人就要向他化缘，每天呢只得化的1餐，维持生命就好。这其他僧人呢都会尽量的挑选，跑到这个富豪乡绅家的门口尽量化一些可口的斋饭。只有大迦叶是走到哪里就化缘到哪里。这一天呢，大迦叶出门化斋，就看到一个老乞丐蹲在路边。大迦叶走上前去呢，向这位老乞丐化缘。这乞丐一听和尚要向自己化缘，两手一摊，苦笑着对大迦叶说：“修行人你看我都穷成什么样子了，我都快要饿死了，你向我来化缘？哎呀，我看呢，你还是去找别人吧。”大迦叶看了看，发现这乞丐前面放着一只破碗，这里面呢刚好有着半碗的米汤，估计是好几天前要来的米汤，早都馊了。这上面还有几只苍蝇飞来飞去的。大迦叶对老乞丐说：“施主，你怎么能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呢？你这不还剩半碗的米汤吗？”老乞丐赶忙对大迦叶说：“修行人这可使不得，这米汤是人家不要了的馊米汤，我怎么能拿这个供养您这样的修行之人呢？您就是我今天的施主，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这馊米汤呢，就分给我一半吧。”说着呢，大迦叶就喝下了这半碗的馊米汤。平日里大迦叶呢喜欢独自一人苦修，困了呢就在这荒郊野外是席地而睡，全部心思就放在修行上，每天都蓬头垢面，是风餐露宿。但是每次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呢，都会叫大迦叶坐到自己的身旁。一次呢，佛陀在灵山为众弟子讲法，佛陀手中拿起了一片花瓣，环视众弟子，默不作声。此时众弟子是一脸的茫然，只有大迦叶是微微一笑，领悟了佛陀的意思。或许只有实修佛法之人才会领悟佛陀讲法的真意吧。大迦叶谨守佛陀的戒律，并虔诚的专修苦行，深受佛陀的信任。当佛陀预感不久人世时对众弟子说：“2500年后的末法时期，将有未来佛弥勒菩萨下世度人。大迦叶一定要等到未来佛降临，将我的衣钵交于未来佛，方可涅槃圆满。”到了释迦牟尼80岁那一年，释迦牟尼佛呢圆寂了。这时的大迦叶正在北部弘扬佛法，听说师尊圆寂的消息，大迦叶是星夜兼程往回赶。佛陀身边的弟子呢，将佛陀的肉身收敛在金色的灌木中，准备火化。可是呢，就是点不着这柴草。很多人就说这是佛陀在等待大迦叶的到来呀。此时风尘仆仆的大迦叶在佛陀圆寂7天后才赶到，跪在佛陀的灌木前是失声痛哭，遗憾自己和师尊只有这一世的缘分呐。僧团这个时候呢，有的和尚在旁边就议论纷纷：“师尊圆寂了，这下好了，也没人约束我们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哭什么呢？真是的。”大迦叶抬头看向这位僧人，这僧人呢马上心虚的闭嘴了。大迦叶忽然看见佛陀的脚从灌木中伸了出来。大迦叶明白了，这是佛陀嘱托弟子要按照佛陀的脚步实践修行，赶忙的跪在佛陀的灌木前，承诺自己一定会带着僧团按照佛陀生前的教诲，按照佛陀的足迹走下去。这时佛陀的脚呢就收回到灌木中，这柴草瞬间自燃。佛
佛陀圆寂之后啊，大迦叶开始组织僧团，会以释迦牟尼佛生前所讲过的法加以整理和记录，让后世弟子呢就记住释迦牟尼佛的教诲。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迦叶承旨主持正法，结集记矣。至第20年，厌世无常，将入寂灭，乃往鸡足山。100多岁的大迦叶带领着僧团整理完佛经，准备完成佛祖交给他的最后一个嘱托。大迦叶就走到王舍城西南800多里的鸡足山，在这山峰之间的盆地是席地而坐，说道：“我今以神通法力使身体不坏，用破旧的衣服覆盖我的身体。等到末法末节，弥勒降生成佛之时将释迦牟尼佛的金缕袈裟和钵盂献与他，并协助他教化众生。”传说当时的国王听到大迦叶入灭的消息是悲痛不已，特地的跑到鸡足山祭拜。那鸡足山山峰形似莲花，忽然裂开，国王看见了大迦叶是端然入定，身上覆盖着天国圣花，庄严无比。等到国王走后，这鸡足山呢又自然的合拢。这一等就是2500年。大迦叶入定的鸡足山，有人说在印度，不过也有人说呢是在中国。在中国的云南鸡足山上有一个奇异的景观，让人深信这大迦叶尊者的就在这里，那就是鸡足山上的华首门。华首门是鸡足山顶峰天柱峰西南的天然绝壁，笔直陡峭，高40米，宽20米，下临万丈深渊，宛若这悬崖峭壁上镶嵌着的一道大石门。门中间有这么一道垂直下裂的石缝，把这石壁呢分为2扇。门的中缝悬挂着距离大致相等的石头，这就是石锁。檐口和门楣是清晰可辨，就像是一座活生生的石门。传说大迦叶尊者就在这石门里面打坐入定。释迦牟尼佛生前呢曾开示过，自己涅槃2500年后，世界将进入末法时期。此时人心不古，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将不能够再度人了。不过此时未来佛将会下世传法度人，传出一种不绝世缘的修炼法门，再次将人心归正。在佛经中也曾经多次提到过未来佛，而且这未来佛呢有多个名号，叫弥勒万王之王，在法界的名号呢叫做法轮圣王。其实不只是在佛教中有关于2500年后未来佛会下世的说法。明朝的刘伯温在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对话《预言未来的烧饼歌》中呢也有记载。朱元璋就问刘伯温大明江山的运数，又问了后世王朝的运数，刘伯温是有问必答。这里边朱元璋是越听越来劲儿最后问到了这500年后的事儿，刘伯温说这就是末后了。朱元璋就来了兴趣了，赶忙问道：这末后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有什么异样吗？刘伯温说：那个时候人心不古，不过会未来佛传法度人，归正人心。朱元璋一听有真佛降世临凡，弘传佛法，新奇得很，便追问道：这未来佛会出生在哪个地方，长什么样？那个时候天下世人是什么样这皇帝们也不能不答呀。于是刘伯温就索性的尽写天机了。未来教主临下凡，不落宰府供官员，不在皇宫为太子，不在寺门与道院，将在寒门草堂内，是雁南照北把金散。长什么样呢？不像僧来不像道，头戴4两羊绒帽，真佛不在寺院内，他掌弥勒源头教。那末后的社会是大变小来老转少，和尚倒把家人要，真可笑来真可笑，女嫁僧人10来道。到那个时候是万祖下界，千佛临凡，普天星斗，阿汉群真，满天菩萨难脱此劫。乃是未来佛下方传道，天上天下诸佛诸祖不遇金线之路，难夺此劫，削了果位，末后丰乐81劫。佛经记载，未来佛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之轮，用以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右檀婆罗花在人间开放之日，正是这法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之时。而未来佛降临世间的最明显的一个征兆呢，就是这幽檀婆罗花盛开。
据佛经《法华文具四上》，幽昙花者，此言灵瑞3000年一现。慧灵音译卷8载明：幽昙花，凡于古意俄略也。凡于正云乌檀拔罗，此花祥瑞，云亦天花也。世间无此花。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敢得此花出现。如今呢，这幽昙婆罗花已经在世间各地争相开放。华首山石门后入定2500年的大迦摄尊者，相信此时他也找到了在世的未来佛，并把这释迦牟尼佛的衣钵转交，完成了自己2500年的使命。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故事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也欢迎您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的视频。别忘了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